古往今来，有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那场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从来都不曾缺少天马行空般的争论。大多数欧洲人都相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因斯巴达王后海伦所引起的一场发生在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和爱琴海东岸特洛伊之间，持续了10年的战争是历史事实。与此同时，对它的史实性表示出强烈怀疑的学者们也从来都不曾缺席。直到1870年，一位从小熟读荷马史诗的德国人、考古爱好者施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中的方位线析，居然真的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北地区 Hisarlik 发掘出了一个疑似特洛伊的古城遗址。对施里曼而言，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他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那么，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到底是历史还是传说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施里曼发掘出的特洛伊古城遗址真的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吗？话说，施里曼在 Hisarlik 地区进行了持续20年的考古发掘，并从后来被科学考古定义为特洛伊第2地层中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金银首饰和金银制品，这让他坚信，这里就是荷马史诗中普利阿姆斯国王的城池，并无比自豪地对外宣称，说他终于找到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然而，通过后来对这个遗址各个地层的碳十字测量法得出的结果显示，施里曼找到大量金银首饰的第2地层属于公元前2500到2300年左右，比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时期整整早出了1000多年。很显然，施里曼认为这里就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的观点是不合理的。但是，通过各个地层的碳十字测量法得出的结果显示，特洛伊第6地层晚期的年代为前1250年左右，这一结果显然更接近于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年代。但是，从第6地层发掘出来的证据却显示，这一时期这里既有一定程度的武力入侵痕迹，也有爆发地震的痕迹，并且任何其中一个原因都不足以直接导致它的毁灭。这一点似乎又与荷马特洛伊战争的结局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根据赫梯帝国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的一块楔形文字泥板记载，在安纳托利亚西北角有他们一个叫维卢萨的附属国，而维卢萨的赫梯语发音与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的另一个名字伊利永的发音极其相似。伊利永也就是荷马史诗之一的《伊利亚特》的名字，并且赫梯泥板上所描述的这个附属国的地理位置也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伊利永，也就是特洛伊城，几乎在同一区域。这似乎更进一步证实了这里极有可能就是荷马的特洛伊城。也就是说，施里曼在这里找到的特洛伊城地点是对的，但地层却与荷马的特洛伊城相去甚远。如果遗址的第6层才真的就是荷马的特洛伊城，那么荷马所描述的那场利用木马计最终毁灭特洛伊城的战争有在这里发生过吗？赫
梯楔形文字泥板的信息显示，安纳托利亚西北沿海地区的维卢萨，也就是特洛伊，在青铜器晚期的近2个多世纪里，都是赫梯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在公元前13世纪，这里曾遭受过多次来自爱琴海地区不同规模的军事入侵，其中明确记载的有一次，这里被入侵者彻底占据；另一次是这里的国王被入侵者驱逐，但最后都在赫梯帝国的军事或外交干预下，很快就让它恢复了原有的秩序。另外，根据被称为Tawagalawa-Letter 的另一份赫梯梯形文字泥板上的信息显示，一个来自阿希亚瓦的国王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参与了一次针对特洛伊的战争，而这个在赫梯泥板中多次出现的单词阿希亚瓦，后来被证实就是荷马史诗中的阿黑亚，也就是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并且在这份文献中赫梯国王哈杜西尼三世称呼那位来自迈锡尼时期希腊的国王为兄弟和伟大的王，而这样的称呼是赫梯国王对当时东地中海地区如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等强大帝国国王的常用称呼。在同一时期，希腊地区的众多王国中，似乎也只有迈锡尼王国的国王可以被他这么称呼。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在荷马所说的那个特洛伊战争年代，的确在这里发生过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但是，不管从赫梯文献也好，还是从任何其他的考古发掘出的证据也好，都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持续10年，最终被木马计攻陷并彻底摧毁而沦为废墟的战争的信息。发动这场战争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难道说真的是因为那个叫海伦的女人？我们试想想，那得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才能让他们不惜联合所有希腊王国的军事力量以及1100多艘战舰，远征10年去抢她回来呢？很显然，因为这个理由而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是荒唐的。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第2章中记载，埃及的祭司告诉希罗多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从斯巴达拐走王后海伦后，他们的船被飓风吹到了埃及。埃及当时的国王 Proteus 将海伦扣留，并派人通知斯巴达国王 Menelaus 来将他领回去。也就是说，海伦根本就没有到特洛伊。那么，希腊人为何要大动干戈，远征特洛伊呢？很显然海伦只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一个借口，背后真正的原因一定还另有眼前。首先，从特洛伊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它是迈锡尼时期希腊与阿纳托利亚内陆以及黑海沿岸通商的必经之路。长明的商贾云集与大宗的商品中转，发达的畜牧业等等，都注定让它成为一个无比繁华的都市，以至于其长期积累的巨大财富足以引起迈锡尼时期希腊人的虎视眈眈。对野心勃勃的迈锡尼希腊人而言，阿纳托利亚地区丰富的矿藏和原材料也更值得让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然而，要想向阿纳托利亚腹地扩张，并逐渐占有其矿藏资源，拿下特洛伊这座桥头堡，便成为了他们至关重要的目标。有了这2个理由，不管海伦是不是被拐到了特洛伊，
甚至不管有没有海伦的存在，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对特洛伊城的军事入侵，迟早都是不可避免的。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相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战争并非完全虚构，它是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一个赫梯帝国的附属国特洛伊之间真实发生过的多次战争中的某一次为蓝本，在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个人想象、神话传说和文学修饰后的传奇故事。谢谢大家。